有一个问题我想要问你，你试过对爱情偷懒吗？当两个人决定相爱的时候，其实一场竞技就已经开始了。随着一起的时间变久，两个人开始从热恋时候的讨好过渡到无所谓和随便，随便穿什么衣服，随便的得过且过。对方不断的在进步，而你却因为对方不会离开自己，便恃宠而骄的原地踏步。可殊不知，你对爱情偷过的懒，最终只会让两个人的生活步伐越走越远，直到最后因为看法的不一致而导致各种争吵。所以谁说谈了恋爱的人就不需要各自努力，然后变成和对方更加登对的自己。那天我跟阿俊出来喝下午茶，刚好聊到他跟女友小月现在处得怎么样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不知道为什么感觉跟小月越走越远，好像没有了当初的那份热情，说白了就是误区。其实阿俊跟小月的故事曾经是我们大学里的一段佳话。小月是学校里面的校花，长得很漂亮，有着东北姑娘的身高，长着一副江南姑娘柔润的脸，追求者接连不断。阿俊在看到小月的第一眼就一见钟情了。巧妙的是，那天的社团纳新，他们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去面试了学校的公关部，都被选上了。当阿俊追求小月的时候，自然是被冷落的。虽然阿俊是一个爱好和见识广泛，还有内涵和个人魅力的男生，还是个学霸，但唯一不足的就是他的长相很普通，在人群中并不起眼。后来因为社团里的一些合作，他们两个人渐渐熟悉起来。阿俊的有才和有趣吸引了小月的注意。3个月之后，他们在一起了。直到后来进入职场，阿俊开始平步青云，还未毕业就已经被一家很牛的公司录用了。而小月就打算做行政方面的工作，因为可以很轻松，想着等到阿俊存够了付房子首付的钱，就赶紧结婚。可是随着两个人在职场上的渐行渐远，无论是想法还是追求，都已经比在大学的时候差了很多了，以致后来才有了阿俊跟我说的那种感觉。阿俊说，其实觉得小月可以多学习一下业余的兴趣爱好，除了工作也应该多接触一些其他方面的事儿，并不是每天晚上上完班回到家就是煲电视剧逛淘宝。他说如果这样下去，两个人在思想上只会越走越远。其实阿俊的这种感觉我特别能懂，可能一开始吸引你们两个的是外表或者对方的才华，但是能够将这段感情继续持续下去的，就是你们思想上共同的进退，是不断给对方新鲜感，是不断的自我突破。不管是爱情还是生活，在一个人从校园进入到社会之后，拉开差距的就是你是否拥有不断学习的坚持。我们只有在不断的学习的过程中，吸取更多新鲜的知识、新鲜的体验、新鲜的故事，才能让你的人生或者思想更加的丰盛，未来的路也才会走得更通畅。相反，如果你每天只是按部就班的朝九晚五，下班吃饭，回家煲电视剧，然后睡觉，第二天又重复这一天的生活，那你的心
只会越活越老，对生活焦虑，开始厌倦人生。而人和人的差距，其实也就取决于在工作之外的个人提升。小荣是一个我很欣赏的年轻妈妈，她跟男朋友在毕业之后就步入婚姻了，生了2个可爱的宝宝。随后家人在白天里会替他们照顾孩子，而小荣却也没有因为走进了稳定的婚姻和安静的生活，就忘记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和个人能力的提升，而是连忙走进新的工作状态里。用小荣的话来说，暂时我是不会考虑做家庭主妇的，并不是说家庭主妇不好，只是我们才20多岁，老公也处于事业的上升期，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思想不能同步，那我担心我们的未来也会因为一些想法不同而产生很大的差异。所以我要接触新的东西来提升自己。小荣说到做到，几年来她雷打不动地坚持着规律的学习生活作息，在周末的时候她会根据兴趣去学习插花和上英文提高班，即使是生活上点点滴滴的琐碎时间，小荣也不会放过。即使是手上还忙着各种生活杂事儿，但学习除了可以用眼睛，还可以用耳朵来听。他发现在 UC 头条有声版里，各种新闻、脱口秀、有声书统统都可以找到，达到看资讯加听有声的一体化，可以同时用眼睛和耳朵来获取知识。所以你说，一段爱情为什么能够走得远呢？不外乎看的就是这一点，两个人在思想上的共同进步，边提升边享受当下的幸福。其实爱情从来都不是2个相爱的人停滞不前的享受当下的生活，而是彼此帮扶和鼓励着，在有对方的日子里，生活得更加精彩而丰盛。真正完美的爱情应该是，和你在一起之后，我们都成为了那个更被自己也更被对方所喜欢的那个自己。所以祝你们能够长久地相爱着，也希望你可以成为那个更好的人。